有的电影会让人开怀大笑，有的影片会让人痛哭流涕，而恐怖片往往会让人感到惶恐不安。但是你是否想过，恐怖片的创作者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吓到我和你呢？为了探寻这其中的门道，我们的编导连夜看了市面上各种的恐怖片，真的是1个月晚上不敢睡觉，总算总结出了一些规律。那胆小的朋友们先不要担心，这期节目虽然会有少许的恐怖元素，但是我们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，从最温和的开始给你讲起。拍一部恐怖片，首先是对空间的选择。那大多数情况之下，封闭的空间往往更容易渲染恐怖的氛围。那像非常经典的《逃出绝命镇》里面的独栋别墅，《电锯惊魂》里面的密室，都选在了封闭的空间之中。因为当观众看到主人公和未知的恐怖事物同处在一个陌生、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，却无处可逃的时候，这内心的幽闭感和不安情绪会被无限的放大。那在封闭空间中，你会发现很多恐怖片导演会喜欢把镜头瞄准走廊、楼梯道还有电梯这些地方。那这绝对不是巧合，这里我们会引出一个新的重要的概念，叫做域线空间。在物理层面上，域线空间通常只连接2个不同区域的过渡空间，作为从一个地方通往另一个地方的过道。那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未知的紧张感，我们在哪儿，目的地在何方，下一秒会出现什么，从而脑旋出1万种可能来实现自己吓自己。除了选择特定的场景，导演还会通过空间里的留白来营造恐怖的氛围。那在我们平常拍摄的时候，一般都会将拍摄主体放在更为明显的位置。而在恐怖片中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像这种角色占比很小，周围有很多留白的失衡构图。那导演之所以这么构图，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思考留白处存在的目的，从而激发观众的想象力，制造出一种这里会不会冒出来什么东西的不安感。那如果你想再给这种未知的恐惧感加码，还需要让空间里的光线足够的昏暗。你可以对比看一下，比起一览无余敞亮的空间，是不是昏暗的光线会更让你感觉到惶恐和不安？那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选择什么样的空间以及怎么拍摄这些空间，那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恐惧感能够再进一步呢？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，在听到刚才的脚步声的时候，会不由自主的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一点害怕。那像这种赋予音效特定的恐怖含义，是恐怖片里面常常见到的一种技巧。那我的童年阴影《鬼来电》就把这个技巧玩到了极致。这段电话铃声在影片中象征着死亡的预兆，每当影片中角色接到这个铃声的时候，主人公必然在电话所预言的时间内悲惨的死去。那同样赋予音效恐怖含义的，还有《遗传厄运》里面这个受诅咒的弹舌音，女孩嘴里时不时响起的弹舌声贯穿全片。即便在女孩意外去世之后，这个弹舌的声音还是会时不时来这么一下，让正在开车的母亲和屏幕前的观众都毛骨悚然。那除了这些特定的恐怖音效让我们坐立不安，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恐怖事物迟迟未现身，但是那隐隐约约的低沉轰鸣已经会让我们开始心跳加速、脊背发凉。那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太胆小，而是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电影人们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一种声波牢笼。人耳能够听到的声波频率范围大约在20赫兹到2万赫兹，2000赫兹到5000赫兹是人类听觉的黄金频段。
而恐怖片经常使用的低频音主要分布在20到200赫兹，听起来会比较粗粝和低沉，容易让人产生压迫感和恐惧感。那像非常经典的恐怖片《招魂》，你可以听听看，是不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低频的音效？那除了低频音，高频音对恐怖氛围的营造也十分有利。它主要分布在6000到2万赫兹，听起来更为尖细，容易引起人们生理上的不适。当然，单靠声波产生的恐怖效果还是非常有限的。如果你想恐惧感再上升一个 level， 那这时候我们就得加入非线性的声音。非线性声音是什么？它特点就是刺耳、不和谐和难以预测。那在13号星期五的结尾和《闪灵》中非常经典的 Here's Johnny 的这个场景 Here's Johnny 我们都能听到这种非常尖锐的非线性的声音。那这些令人痛苦的噪音可以唤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，让我们更能感同身受角色的危险处境。那聊完声音和画面，其实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恐怖片里面最奏效的一个手法，特别重要。跳跃式惊吓 jump scare， 通俗点讲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跳脸杀，在角色没有心理防备或者防备不足的时候，让恐怖因素突然出现。那这招常被人们批为一个廉价的手法，但是无论有多么的廉价，就像是膝跳反应一样，我们是无法控制对它的反应的。那要做到 jump scare， 通常需要这些镜头：角色正常的情绪镜头、惊吓事物出现镜头、角色受到惊吓后的反应镜头，并且恐怖影像出现时还需要配合巨大的声响，让声音和画面双管齐下，把观众那根已经勒得足够紧绷的弦瞬间给崩断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在惊吓事物出现后要及时的切出，否则再恐怖的鬼，你看久了也不会觉得恐怖。那如果你想让你的 jump scare 再进阶一些，那还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转变，让观众先放松戒备，再让惊吓的事物出现，会更容易击溃观众的心理防线。恐怖片之所以有魅力，是因为它就像过山车一样，在电影人们的精心设计下，让无形的恐惧有了具象化的体验，带领观众们经历了一场充满跌宕起伏的惊险旅程，在大家平稳落地的那一刻，回味无穷，或者再吓你一跳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。那当然还有很多没提到的恐怖片拍摄技巧，也欢迎你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请我们点点小心心，记得关注我们，这对我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